这节课的话，我们讲水彩美甲的12个技法当中的叠色，还是先看周边，结合文字来理解一下叠色技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先画出一个图形这个图形不管是方块还是圆，还是花瓣、叶子或者是玫瑰花朵。那先画出一个图形，待颜色干了之后记住我们在做叠色的时候，一定要等前一个颜色干了之后，再加另外一个颜色，画出另外一个图形两个颜色的图形呢，不能够完全重叠，然后呢，要稍微的分开一些不要完全的重叠，要稍微的分开一些，需要去错位叠加。那记住是错位叠加。然后深色的图形要小于浅色的图形，深色的图形小于浅色，就不管是做什么都是深色一定是比浅色的区域范围要小，记住了。然后可以是同一个颜色，但是呢不同的一个深浅浓度，饱和度做一个对比。那也可以是什么呢？不同的两个色去进行一个颜色的叠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叠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两个完全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冷暖色调的两个颜色，也可以用同一个色系，但是呢不同的浓度，比如说参考我们的前面基础课当中水彩色彩的一个浓度控制，那节课里面有给大家讲过，那同一个颜色，那不同的控水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深浅对比所以说叠色当中我们可以用同色，也可以用不同色两个颜色。好，现在在这个纸上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技法。首先呢，我们用一个同色系但是不同色彩浓度来画一个花瓣，比如说先多一点水，少一点色粉，去调一个水状浓度。如果是同一个色系不同颜色浓度不同浓度的这种颜色来做一个叠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先画浅色再画深色。好，平涂一个花形，快速的将中间颜色填充上。然后一定要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去叠加另一层颜色你看一下，如果没干的话，上面是会有水光反光的等水分挥发掉，这个颜色干了之后，我们再去叠加深色。叠加深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等前面颜色干了之后再去叠加。我再调一个红色，加上酱紫色，或者是加黑色，给它调成这种暗红色。酱紫色怎么去调呢？紫色加棕色加黑色好，现在它已经完全干了，我们要用深一点的颜色去加它重叠的部分。那记住我们刚刚画面上面说了一定呢叠色的时候，深色的图形要小于浅色的图形，不能够完全的重叠覆盖稍微错开一些。好，稍微错开一些，深色的图形要小于浅色的图形。好，大家看一下我们会将这个浅色的花瓣稍微的叠加一部分叠住，然后呢也会露一部分出去，就是两个可以这样错位开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叶子。叶子当中的话，我这里就用2种颜色吧。首先用一个浅绿色，好，画一个外八形式一大一小的2片叶子。好，外八形式一大一小的2片叶子画好了之后，等它先干。如果在晕染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先使用一个棕色。好，先使用一个棕色做一个色块晕染。好，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去叠加另外一个颜色。好，这个绿色的叶子已经干了，接下来我们用深一点的墨绿色，绿色加一点黑色。好，
深一点的墨绿色，在它的旁边画出错位开的叶子。那两个，首先深色的要比浅色的小一点，其次要稍微跟它错位叠加。稍微跟它错位叠加，你看都是仿照着绿色的那个花瓣那个叶子形态，然后稍微的盖了一点点，稍微的错开了一点点，而且的话都是按照，比如说大叶子我是画在右手边，小叶子我也要画在右手边，你不能搞错了，不能就是大叶子我画在右手边，小叶子我去画在左手边，两个就会什么呢？打架，太拥挤，是整个形态去给它做一个错位。好，颜色填充上。那这里呢就会形成一个错位的效果。那叠色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更多是一种什么呢？重影，就感觉是它的影子一样的那种感觉。那这种除了就是说错位去叠色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覆盖啊，完全的给它覆盖住。那这种完全的覆盖的时候，一般的话只是用在于颜色加深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颜色这个浅红色，我觉得颜色太浅了，等它干了之后，我可以再往上面叠加一层，它颜色就会变得很深。比如说这个棕色本身我觉得它好像不够深，等它完全干透了之后，我再到上面去叠加一层，你看我再到上面去叠加一层，它的颜色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你看就可以变深了，看就可以完全变深了，这就叫做叠色啊，叠加在上面，让它两个颜色再深一些，覆盖在一起，加深了它的一个颜色浓度。如果说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颜色在上面，一定要等前面的干了。我加在这儿吧。好，压一半，走一半。那就是两个这样重叠在一起，但是呢又不完全重叠，这个呢我们就叫做叠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叠色技法在我们款式当中甲片上的一个应用。好，然后这个款式的话，我们用叠色技法来给大家演示。还是以玫瑰的形式来演示啊，但是不同的玫瑰技法。叠色技法，首先多一点水，将这个颜色调成一个水状浓度，清透的水状浓度。好，调好了之后，我们直接在甲面上，好，去画一个水圈。好，去平涂一个边缘不规则的水圈，慢慢的用笔尖吸走剩下的颜色。好，一个水圈出现，那这里我再去涂一个水圈。你想要颜色深一点，你就在这个地方去多做停留啊。这是一个水状浓度的颜色。好，吸走。接着我们再多一点色粉，好，我们在这边再多一点色粉，调一个稍微浓一点点的豆浆浓度的颜色水圈，比这个第一层水圈颜色深一点的。然后在它的里侧再去画一个边缘不规则的水圈。好，慢慢的提笔吸走，画一个接近于圆形，但是呢它的边缘却又是这种坑坑洼洼不规则。好，慢慢提笔收走。好，两层重叠的水圈搞定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用深一点的颜色，好，把这边的这个色粉全部都给它画开。接着我们再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来画玫瑰的花瓣轮廓，
中间先画一个卷儿。那你看这一层的颜色会比下2层的水圈颜色都要深一些。花瓣2头尖，中间胖，把这个花心围绕起来。好，一朵玫瑰搞定。接下来看第2朵。OK， 2朵玫瑰都做好了，而且是在一种叠色状态效果之下。这样子看2个玫瑰的话，层次感非常的明显啊。接下来我们把叶子给它画上。叶子的话，这里我会用到2个不同的颜色吧，一个棕绿色、棕色和这个墨绿色进行混合，调出一个棕绿色，然后棕绿色和这个酱紫色去做一个叠色吧。先用棕绿色画出叶子形态。这个叶子形态的话，我们可以在中间，好，这里去加，好，这儿去加一半。2朵花的话，中间去加。好，指尖这里加一半。好，上面这里加一半，外八形似，左右摆开。你看，我再去叠加一层啊，再去叠加一层颜色，让它的颜色更深一些。这个也叫叠色，但是呢是完全覆盖，完全覆盖是增加颜色的浓度。好，等这个绿色干了之后，我们用这个酱紫色，好，也就是前面用过的紫色加棕色加黑色出来的一个酱紫色。2个完全不同的颜色，你都可以不用去考虑谁要浓一点，谁要浅一点，不需要。我们可以直接叠加上去。那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大一小的问题，还是需要注意。这跟这个叶子这些空隙的地方还可以再加一点小叶子，非常非常细小。毕竟还是要做一个填空，因为不做的话这边会很空旷。那如果不做的话，这里就没有东西去给它做一个牵引，这里叶子就会挤成一块儿。还是需要加上一些藤条枝干什么的。
那这个枝干，如果你们画不好的，可以等一下看一下后面的勾线技法啊。勾线技法如果画不好线条的，先去看后面的勾线技法。加一点小藤条，然后给它封上底胶，封层底胶照灯30秒啊。底胶整涂，整甲全涂。特别是后缘和边缘一定要注意。整甲全涂包边。然后底胶照灯时间是30秒，底胶照完灯之后，我们再给它封层，封层照灯时间是60秒，新灯60，老灯120。我很喜欢这个配色。叠色技法的玫瑰，只要掌握好了颜色的深浅浓度啊，控好水，这个玫瑰出来的效果是很惊艳的。好了，照灯，里面都是使用的平涂技法啊，叠加了一个叠色，不同颜色浓度去做了一个叠色。好，去照灯。